果有一天人类毁灭了怎么办？这个问题一直被大家所津津乐道，也一直是影视剧的热点素材。当然，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多半也都是看热闹的心态，料想着毁灭不会发生。如果我告诉你，就在几十年前，人类就曾经数次和毁灭擦肩而过，你会相信吗？那时，只要是有一个瞬间或者某个决定有一点偏差，全面核战争就会打响，人类文明可能就此终结。这不是某个电影情节，而是真实事件。这一期就来给大家讲讲几次险些致使人类毁灭的惊心动魄的核战争危机。90艘战舰在距离古巴500海里的加勒比海域呈弧线封锁。在佛罗里达州附近，美军集结了20多万人的登陆部队，随时准备进攻古巴。而古巴也进行了战争总动员，全国27万正规军和15万民兵被调往海岸线驻防，士兵架起大炮对准美国。加勒比海上空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10月25日，就在美国海军封锁线附近，20多艘苏联船只正加速前进，眼看就要强冲封锁线了。美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在担心，一旦这些苏联船只B-52超大型轰炸机，这些飞机24小时不间断倒班，只要接到命令，立刻飞往苏联投掷原子弹。美军全军以及驻欧洲军队全部接到了战争警戒命令，所有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迎接大战。
美国1600余枚核导弹被推上发射架，从不同方向对准了苏联。一旦战争爆发，美国会选定苏联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在内的100座城市，向每个城市使用2个氢弹，将全苏联90%的工业和50%的人口消灭。苏联也不甘示弱。10月27日，苏联战略火箭军进入1级战备状态，几百发洲际核导弹引弓待发，部署在古巴附近的100余枚战术核武器，随时准备对登陆的美军进行毁灭性打击。在古巴的42枚核导弹全部被推上发射架，瞄准了华盛顿、纽约等几十座大型城市，只等着一声令下，5分钟之内就可以将美国人口最多的几个州炸成一片废墟。4艘分别载有20枚核鱼雷的潜艇也在加勒比海待命，准备给美国舰队以致命打击。只要开战，数千万美国人可能将在几分钟之内永远消失。美苏动用的核武器数量超过2000枚，总当量约是广岛原子弹的200万倍。只要战争一起，双方可以在1天内将所有核弹全部打出。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世界就将会有近2亿人丧命，相当于人类在1天之内进行了2场第2次世界大战。而爆炸产生的核辐射与次生伤害更是难以想象，人类文明也许就在那一天彻底终结。这时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只要一个火星就能擦出燎原巨火。美国的各大城市的居民恐慌不已，超市的商品被抢购一空，人们拖家带口的出城逃跑，人流车流将路堵得水泄不通。欧洲各国的居民也在抢购物资，有的家庭甚至全家躲到地下室里。整个欧美大陆笼罩着世界末日的气息，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生怕错了一个步骤。但历史大事往往就充满了偶然性。27日，就在双方核力量都剑拔弩张之时，一架飞往古巴侦察的U-2飞机被地面炮火击落，飞行员当场丧生。这是危机中双方第一次火力冲突和人员死亡。难道这就是开战的标志吗？五角大楼里，美国军方纷纷请求立即出动空军对古巴进行空袭，彻底摧毁其导弹基地。肯尼迪总统还是尽可能保持了理智，他宁愿相信这是一次意外。但就像好莱坞大片的情节一样，同一时间在北极附近，另一架美国U-2飞机因导航出错，竟然误入了苏联境内。苏联军方也将美军的这一行为视为开战的信号，立即出动了数架战斗机升空拦截。而美国为了保护 U-2，也出动2架战斗机。更令人窒息的是，美国战机各携带了1枚小型核导弹，飞行员被授予可以自主决定投放。双方飞机一旦开火，每飞行员一定会扔下这枚核弹，到那时核大战就将一触即发。就在双方飞机迎头碰上要接火的紧急关头， U-2飞机导航系统奇迹般的修复好了，飞行员找到路，飞离了苏联边境，人类第2次与核战争擦肩而过。这一天却还没有结束，在加勒比海，美军发现了苏联的潜艇，他们对潜艇使用了教练弹，想把苏联的核潜艇逼到海面上来。但这些美军并不知道，苏联潜艇是有核鱼雷的。遭受了攻击的苏联水兵以为大战已经爆发，于是立即启动了核鱼雷的发射程序。舰长与政委达成了一致意见，准备对美国发射核鱼雷。就在操作员要按下按钮的刹那，同样在潜艇上的一位作战参谋阿尔西波夫保持了冷静，他下令潜艇浮出水面与美军见面。短短几分钟，人类就第3次与核战争擦肩而过。这时的白宫气氛异常凝重，经历了这么多起冲突，军方强烈要求肯尼迪下达进攻的命令。一直想要冷静的肯尼迪也逐渐感到顶不住军方的压力了，也许危机真的没有和平解决的方式了。克里姆林宫里，赫鲁晓夫也逐渐感觉到局势越来越脱离他的控制了。命运把这2位领导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27日晚上，赫鲁晓夫接到了卡斯特罗的电报，称据前线情报，肯尼迪已经批准了军方的提议，美国空军将在24至72小时内对古巴空袭。卡斯特罗悲壮地称，如果战争真要爆发，古巴愿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牺牲者。战争真的不可避免了吗？就在27日晚上，心力交瘁的肯尼迪给赫鲁晓夫发出了最后一封信件，保证美国不入侵古巴，并且撤回土耳其导弹。但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不能公开。苏联只有1天的考虑时间，24小时内不给出回应，美空军将立即空袭古巴。这显然是解决危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赫鲁晓夫最终同意了美国的提案，承诺将撤回古巴导弹。持续了13天的古巴导弹危机至此结束，人类终于又看到了第2天的黎明。这次危机结束后，苏联履约撤走了导弹，而美国也在4个月内将土耳其导弹秘密拆卸。
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美苏专门建立了领导人电话热线，遇到事情可以直接进行沟通。后来美苏也签订了协议，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一场险些终结人类命运的危机终于彻底的结束了。看了上述凶险至极的核危机，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能活到今天真的太不容易了？当人类拥有了一种毁灭性武器的那一刻起，类似的危机就会一直潜在。最后不得不佩服领导人的先见之明，如果没有过硬的实力，那么面对他人的威胁将会非常的被动。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